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徘徊，徘徊在围城之外。茫茫人海，我总是在期待，期待能找到真爱。在爱情战场上，我屡战屡败，可一直痴心不改。在爱情跑道上，我越跑越快，却总是拿不到金牌。有人说爱情路上太多精彩，我遇见的却是太多的无奈。有人说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我觉得男人实在也很可爱。我不想再徘徊，渴望能找到真爱，哪怕是1分钟，也要爱个实实在在。我不想再失败，也不想被淘汰，哪怕只爱一次，也要爱个痛痛快快。想明白，错过了我的爱，后悔划不来。亲爱的女孩，请跟我一起来，爱情的大舞台有你更精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意思是说人和人走到一起是需要缘分的。就像今天你们能认识我一样，也是需要缘分的。首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韩冰，是天使之吻婚庆馆的金牌司仪，很荣幸受新郎新娘的邀请，为他们主持今天的结婚典礼。现在吉时已到，朋友们，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，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。瞧这一对，多幸福啊！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找到自己的幸福呢？您别笑话我，虽然我所做的工作看似离幸福很近，可现实却很远很远。我今年都30了，到现在还是一名剩男。爱情总是跟我开玩笑，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在爱情的花园里不断地浇着水、施着肥，努力耕耘，可是到现在，我的爱情之花还迟迟没开，含苞待放。表面上看，我一点也不在，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早已经翻江倒海，叱咤风云。就在今天，我又一次下定了决心，为了完成男大当婚以及传宗接代的光荣任务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我也要摘下剩男的帽子。对，再也不能当剩男了。没错，再也不能打光棍了。你要是再找不着媳妇儿，
我可就要亲自出马了。二大爷，我哥找媳妇儿，您亲自出马管什么用呀？怎么不管用啊？他笨呐，那就得我亲自出马呀。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给他说不上个媳妇儿。二大爷，搞对象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，您就别操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操心。你们爹妈早就没了，我不操心，那谁操心呢？小雪还小，我不着急。你呢？快30了吧？什么快30了？已经30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年年底必须娶个媳妇儿，否则的话……二大爷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同意。对，同意什么呀？二大爷，您听我说，搞对象没那么简单。那有多复杂呀？我跟你二大娘认识3天，我们结婚了。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娶媳妇儿过日子吗？跟您没法交流。你跟我交流有什么用啊？你有本事找个姑娘，跟人交流去。啊？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您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我就去婚介所登记去，行了吗？哎，这就是好孩子嘛。您是要征婚吗？没错，征婚。以前征过婚吗？没有，头一回。那我帮您登记一下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韩冰。哪个韩？韩国的韩。韩冰。哪个冰？冰雪聪明的冰。韩冰。怎么了？真是你啊，韩冰！你认识我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人一见漂亮姑娘，脑子就转不过弯来。我是陈芳。陈芳？嗨，24中高2、3班的陈芳。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咱俩还做过同桌呢。何止是同桌，你还给我写过情书呢。情书？这不可能，我那是练字儿呢。好了，不承认算了。咱俩得有10年没见了吧？10年，10多年了。10多年了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是吗？还那么帅，还那么平，还那么沧桑，眼睛还那么小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上班啊。这是我领导，这是我们陈所长。所长？哦，妙恋婚介所。哎，可以啊，一不留神当领导了。哎，当代红娘，够牛的啊！牛什么呀？我也就是造福人类、共建和谐社会做点小贡献。没那么严重，别把自己说那么神圣。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我那个没事儿，我出来转转。啊，上我这儿征婚来了？不会吧？你现在还单身啊？没错，就这么回事。什么？你哥去婚介所相亲去了？对呀，我二大爷逼着他去的。不是他想干什么呀？他啊，不这么大个事，他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不是，姐，你先坐下，坐下，你先坐下。不是姐，他相亲就跟你商量什么呀？哎，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理解我，我这么多年我不找对象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寒冰吗？啊？燕姐，真没想到你对我哥感情还挺深的哈。小雪，你说我跟你哥从小一块长大的，那感情肯定特别深呐，对不对？那我哥知道你喜欢他吗？他知道，不说。哎呀，但是
我一直觉得吧，你哥对我挺一往情深的。我怎么没听我哥说过呢？这他能说吗？再说了，你知道不？再说我跟你说，爱情最高境界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暗恋。嗯？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斌哥暗恋你了？对呀。笑什么呀？不会。来，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你说，如果他不暗恋我的话，30多了，为什么不找对象？因为他为了我就一直守身如玉，知道吗？你说，如果他不是暗恋我，他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哭着喊着和我合伙开超市？他如果不是暗恋我，为什么把他自己亲妹妹就安排到咱们超市来盯超市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小雪这么一个亲妹妹，不安排她安排谁呀？错，他不是让他来盯店，那干嘛呢？盯我呀。盯你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安排小雪来盯你啊？他怕我有外遇啊，怕我有那些风花雪月的事儿，还有……行，姐要照你这么说，一会儿斌哥暗恋你，一会儿又派小姐来盯着你什么，那他干嘛相亲呢？我去，真的，我真去，我什么意思？我不倔吗？倔，就是因为我太倔了，所以这么多年，你说我跟他就一直没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不能再沉默了，我要爆发！哎，哪儿去？捅窗户纸去。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这睡觉了，你干嘛呢？我要找你谈谈。谈什么呀？听说你今天去婚介所了？没错，去了。你干嘛去了？登记相亲啊。谁让你去的呀？没人让我去，我自己去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你当我这么多年，你不得给我个说法呀？你等会儿，把话说清楚，我耽误你什么了？青春。青春？我怎么耽误你青春了？怎么没有啊？你有没有说过要娶我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了？你好好想想。我不用想，我根本就没说过呀。呸！你是不是男人呢？自己说过话都不敢承认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让我给你当媳妇儿，还说让我给你生儿子。你疯了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呀？25年前。25年前？就在咱们一起上的幼儿园。幼儿园？对呀，你亲口对我说的。那不是小孩过家家吗？那不是做游戏吗？4、5岁那时候还不懂事呢。懂事儿？你说那话可不像不懂事儿啊。我真服你了，4、5岁孩子说的话你也信啊？我当然信了。只要是你说的话，我都信。完了，你姐讹上我哥了。怎么说话呢？那叫讹吗？那叫真情告白。切，那你姐也真够直白的。我问你，那既然你对我没感觉，
那小的时候别人欺负我，为什么你总是英雄救美的保护我呢？我那不是英雄救美，我那时候年少无知，我喜欢逞能。你忘了，我为了你还挨了不少回揍呢。我没忘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我天天想着你的好，想着你的笑，想着你身上的味道。这什么词儿啊？歌词儿。哎，你哥怎么这么牛？他有什么呀？我哥是没什么，你有什么呀？我也什么都没有，但我至少还有你呢。你跟你姐一样，太自信了。自信不好吗？自信好啊，不过有时候也难免自卑。我才不自卑呢。燕子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看得起我，实在是对不起了。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人家为了你耽误了这么多年的青春，你说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了，你也太狠了。也不说给人家留点希望。有点希望？对呀，人是因为有着希望才活着，我连希望都没有了，我也就没法活了。怎么没法活了？我都看不着希望了，我还怎么活呀？行行行，我给你希望，给你希望，行了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怎么给啊？这样吧，我要是将来找不着对象的话，我就娶你，行了吗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？我总不能等你一辈子吧？怎么可能一辈子呢？哎，你信吗？我要真想找的话，用不了半年，我准能找着。半年？要是半年之内你找不着对象的话，那你就得娶我。哎，你们俩都在啊？那刚才我们俩说的话，你们俩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那你们俩得给我作证啊！你们俩听见什么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听见。什么也没听见。听见也没关系，我就不信凭我这能力和水平，我半年之内我找不着一对象。我走了。你干嘛去，哥？找对象去啊？没听见吗？半年内找不着对象，我得娶她。命苦啊！哎呀，你看你姐，都快把我哥给逼疯了。不是你是不是特看不起我姐？没有，我觉得燕姐可伟大了，喜欢啊就说出来，一点也不藏着掖着，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喜欢，还装作若无其事。哎，你要说这点那还真是，我特随我姐，我也从来不藏着掖着，真的。嫁给我吧，小雪，我真的特喜欢你。说你姐呢？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呀？本来就是嘛，我不藏着掖着了，真的。别，你还是藏着掖着吧，你太露骨了。不，你嫁给我吧。不就是180天吗？一个正字是5画，180除1，36。只要我写完36个正字，我们就能结婚了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小雪，一会儿挑2张你的照片给我，越漂亮越好啊！
干嘛？哎呀，我登记那婚介所啊，是我同学开的，回头啊，我让他帮你介绍个男朋友。啊？不用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还是别麻烦人家了。怎么了？不怎么，你都还没结婚呢，我着什么急呢？怎么不着急啊？你今年都25了吗？25怎么了？你都30了，不还没找呢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男的。哎呀，哥，我现在还不想找男朋友了，你就别替我瞎操心了啊！这怎么是瞎操心呢？这是关心你呢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背着我跟大飞谈上了？谁说的？没有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没事离大飞远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看出来啊？看出什么来呀？这家伙没事老跟你套近乎，心里肯定有鬼。哥，你就这么烦大飞呀？我倒不是烦他，其实这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。哎，对，对什么对啊？光本质好有什么用啊？男人那得看有没有本事，有没有发展。你觉得大飞有发展吗？我觉着还行吧。行什么行啊？成天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的，能有什么发展？我告诉你啊，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结婚可是一辈子大事。爸妈不在了，哥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哥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，没什么大发展了，哥就一个任务，把你照顾好。哥一定帮你找一个有前途、有本事、有发展，最重要是能照顾你的老公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什么时候找女朋友，我什么时候找男朋友。你要是不结婚，我也不结婚。这哪行啊？我不管。你要是不答应我啊，我这辈子也不嫁人了。你呀，行，成交。吃饭了。亲爱的陈芳小姐，我无比真诚地向你求婚，嫁给我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求婚哪有站着求的呀？还要跪着呀？你看着办吧。哎，人家求婚都是单腿跪地的，哪有双腿跪地的呀？亲爱的陈芳小姐，我无比真诚地向你求婚，嫁给我好吗？那你愿意做一只永远保护我的功夫熊猫吗？我一定会像保护熊猫一样保护你。那好吧，看你这么可怜，我就答应你吧。哦，太好了哦！忙着呢。是你啊？对，我来看看我那事儿怎么样了。别急，正帮您联系呢。您不是说要挑个条件好的吗？没错，一定要挑个好的，越好越好。我那老同学呢？哦，芳姐跟老公出去了。老公？她结婚了？没有，别紧张。芳姐那男朋友姓龚，平常开玩笑我们都叫他老公。哦，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。对了，她什么时候回来？没准儿，老公给她买了一辆新车，两人出去兜风去了。兜风？外边风可不小，可别中了风啊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吃不着葡萄，想让葡萄烂了吧？你可真够狠的。不狠不行啊，竞争太激烈了。韩冰，
回来了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高中同学韩冰，韩国的韩，冰雪聪明的冰，这是我男朋友。老公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告诉我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龚自强。他们开玩笑管我叫老公。你这姓不错啊，占便宜还不吃亏。真逗。这就是你说那穿白大褂的？别老说人家穿白大褂的，人家是医生。对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龚师傅，龚师傅，那不是，龚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可是我们学校唯一出过天花的校花。我什么时候出过天花了？你怎么净胡说呀？他就是这样的，他这张嘴可讨厌了。哎，你单位不是还有事儿吗？你先去忙去吧。那我先走。你们慢慢聊啊。哎，拜拜。拜拜，老公。拜拜，老公啊。拜拜。不跟着瞎叫老公。不错啊，不错。什么就不错了？这自宫墙不错。什么叫自宫墙啊？人家叫龚自强。哦，对，龚自强不错。凑合吧。这哥们儿胆儿够大。胆儿大？对呀，胆儿不大怎么敢娶你呢？不过幸好你跟他了，要是砸我手里，那可麻烦了。什么叫砸你手里啊？就是说啊，你配这龚自强还凑合，要是配我还差点。我配你差哪点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你有什么呀？那龚自强有什么，我就有什么。你比人家差远了。没关系，你要觉得他好，我可以把你让给他。什么叫你把我让给他呀？那不让也行。你跟我好吗？你别臭贫了行不行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来不行啊！我现在都快急死了，你赶紧帮我联系那事儿啊！你至于吗你？我太至于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两天我干了一件非常草率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居然答应一女的，如果半年内找不着媳妇儿，就得娶她。还有这事儿啊？听着新鲜吗？我都没想到我能整出这事儿来。赶紧给我联系吧，啊！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这儿资源多的是。小红，赶紧给你兵哥哥找个好的，要年轻的、漂亮的，身材好、人还得好的。没问题。小 case， 快去看看吧。哥们儿，过来。做好准备吧，您的爱情之花马上就要绽放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那个，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……你叫韩冰。对。今年30岁。对。在婚庆公司做司仪。你家住在幸福大街，父母已经去世了，你还有个妹妹。您是公安局的吧？不是啊。您怎么这么了解我？婚介所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。啊，我说呢，您觉着我这情况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，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和车。更不在乎你是什么身份和地位，关键是你这个人。太好了，
您刚才说那几样我还真没有，唯一敢跟您保证的，就是我这人还行啊。你能保证永远对我好？要是咱俩能结婚的话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你能保证只对我一个人好？这没问题。要是咱俩真能成的话，你就是我媳妇儿了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你真能做到？差不多吧。我这人还算有谱的。你比他靠谱多了。他？对。他以前比你承诺的还要好。等等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说这他是？我老公啊。你结过婚吗？结过了。又离了？没有啊。没离，您这是？相亲呢。大姐，您别开玩笑行吗？我这人胆小，您别吓唬我了。那个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咱俩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，你先坐下。别，我还是站着吧。你站着我不踏实。我坐着我不踏实。那行吧，其实你不用紧张，我早就跟他商量好离婚了，只要你能接受我，回去我就离。您还是先离完了，咱俩再谈吧。这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您离完了，咱俩再谈，这很正常，我也踏实。您没离，我就跟您谈，这叫破坏别人家庭。哼，这种家庭你早就该破坏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对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您还是让我走吧。哎，那行吧，那等我离完婚之后，我再找你行吗？那个，但凡有合适的，您还是别找我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这人没谱。我有谱呀。看出来了。哎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还笑呢？我差点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人家不都说了吗？愿意让你去破坏吗？你饶了我吧，就是破坏我也得破坏个好的呀。像你这样的还值得我去破坏破坏？你闭嘴啊！像我这样的你可破坏不了。那可没准儿，你太小看我的本事了。有本事你就找一个好的。你不给我介绍个好的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这事儿赖我。小黄，小黄，来，我得好好批评你啊！这是我老同学，你怎么办的事儿啊？你也不问仔细了。不好意思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放心，下次一定帮你介绍一个靠谱的。你要不介绍个好的，我就把你许给他了。你好。你好，有事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约的你。你约的我？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男的。我知道，我媳妇儿是女的。你媳妇儿？对，我是替我媳妇儿来相亲的。哦，您离婚了？没有，不过快了。我有点晕啊，不知道是我有病还是我有病。你有病？对，我确实有病。什么病？男人病。男人病？什么意思啊？
不行，你可以治啊！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？那个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麻烦您听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行，你说吧。哎，坐。哎，小月，你哥这两天忙啥呢？不知道呀，我哥忙啥从来不跟我说。哦。对了，你姐最近忙啥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她干啥也不跟我说。哎，我哥这两天特反常。啊？他平时根本不注意自己形象，这两天没事就熨衣服。哎，今儿早上起来还往自己头发上抹那摩丝呢。他那几根毛还打摩丝，真不知道他想干嘛。哎，我知道他怎么回事了，他肯定要相亲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人科学家说了，说男人只有在发情的时候才会注意自己的仪表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才发情呢！您控制一下，来，别太难过了啊！谢谢。我媳妇儿她特别喜欢孩子，她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孩子，又是亲，又是抱，一抱起来都不想撒手。我一看见她这个样子，我这心都碎了。你能理解我？能理解，能理解，我完全理解。我去过很多的大医院，也找了很多专家，我每次都是信心满满的去，完事儿又失望的回来。他们说我这病很难治，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希望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那人肯定欠这人的钱。您最好再控制一下。谢谢。我想好了，我媳妇儿还年轻，我不能耽误了她。我准备再给她找一个，但是一定得找个好的。我去婚介所看了很多人的资料，想了想，我觉得你行。谢谢你瞧得起我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不行。你也不行？我不是那个不行，我是说这事儿不行。你又没见过我媳妇儿，你怎么知道这事儿不行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媳妇儿人好极了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特贤惠。自打她知道我得了这病以后，从来不让我干家务活，而且每天坚持给我熬药，5年了，没埋怨过我一次。你说这样的媳妇儿你上哪儿找去？那个我都听明白了，我就想问一句啊，
你这么做，你媳妇儿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？我怕她伤心。对呀，这说明你还是很爱你媳妇儿的，对吧？很爱很爱，可是作为她老公，却给不了她幸福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我看出来了，您肯定是个好人。我求你了，你就娶了我媳妇儿吧，我们家什么都不缺，你搬进来，我搬出去。不，那个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。说实话，今天这事儿您做的确实有点过，不过作为一个男人，您这么做其实也挺伟大的。谢谢您理解。我觉着，既然你爱你媳妇儿，就应该替她也多想想。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您的病已经5年了，这5年了，您这天天你媳妇儿给你熬药，而且还没有一点怨言，可想而知，她对您的感情有多深呢，对吧？回去以后呢，您就该吃药吃药，压力别太大了，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最主要呢，别辜负了你媳妇儿对你的这份心。一个男人的眼泪，就算流干，还有对我这心里太苦了。你编织美丽的未来。哭吧，哭出来就舒服了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徘徊，徘徊在围城之外。茫茫人海，我总是在期待，期待能找到真爱。在爱情战场上，我屡战屡败，可一直痴心不改。在爱情跑道上，我越跑越快，却总是拿不到金牌。有人说爱情路上太多精彩，我遇见的却是太多的无奈。有人说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我觉得男人实在也很可爱。我不想再徘徊，渴望能找到真爱，哪怕是1分钟，也要爱个实实在在。我不想再失败，也不想被淘汰，哪怕只爱一次，也要爱个痛痛快快。
真心相爱，明明白白，痛痛快快，实实在在。亲爱的女孩，一定要想明白，错过了我的爱，后悔划不来。亲爱的女孩，请跟我一起来，爱情的大舞台有你更精彩。